朋友们好，很高兴访问 HT News Taiwan 频道。现在，赵丽颖抛夫弃子的真相。近日，电视剧《风吹半夏》热播。该剧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小企业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上下求索的创业故事。主演赵丽颖凭借出色的演技，将女企业家许半夏一角刻画得出神入化。许半夏是个刚强又柔软的奇女子，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钢铁行业，为了打破偏见和壁垒，她可以和一桌男人标酒量，只为拿下心仪的合约。遇人不淑，被骗的精光，在别的受害者只顾唉声叹气时，她却当机立断，只身前往俄罗斯寻找骗子的踪迹，即便前路未知，也依旧全力以赴。面对事业，许半夏总像一只战斗力拉满的斗鸡，随时准备冲锋陷阵。然而，当她陷进爱情里，这个连爷们儿都敬重3分的女子便立马流露出小女人的一面。只见她满眼笑意，像个孩子一般手舞足蹈，一个箭步冲进了爱人的怀抱。一面是事业女强，一面又是可爱小女人，极致的反差造就了许半夏血肉丰满的灵魂。这一切离不开赵丽颖对角色的尽心诠释。沉甸甸的角色映衬着她沉甸甸的演技，是时间的沉淀，更是努力的甜果。众所周知，赵丽颖一向都是拼命三娘，出道16年，从小龙套到超一线，这一路她经历了太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苦楚。所幸，每当遭遇人生至暗，这个女孩都从未放弃，而是乘风破浪，最终直挂云帆。抠门的慈善家和其他从小就浸淫在艺术氛围里的明星不同，赵丽颖的童年经历几乎跟表演艺术毫不沾边。她出生在河北廊坊的一个普通农村，祖祖辈辈都靠种田为生。父母每天最关心的是庄稼长得好不好，地里的苞米是否摘晒完毕。至于电影和电视剧，赵家夫妇总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方式，和自己隔着108000里。在赵丽颖父母的生活里，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，只有充满烟火的交流；没有挥金如土的奢靡，只有一滴汗水1分钱的辛劳。由于赚钱不易，所以他们对子女灌输的金钱观一直都是勤俭节约、俭省持家。因此，无论赵丽颖如今坐拥着多么巨大的财富，也习惯性保持着节俭的美德。身材娇小的她很难买到适合的衣服和鞋子，以她的经济实力，找人定做不算难事。但赵丽颖宁愿在鞋子里多放些泡沫，在品牌方提供的衣裙背后别上小卡子，也不愿意多花钱定制。然而，她并不是节俭夸张的女葛朗台，只是想把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。这些年，赵丽颖一直走在做公益慈善的路上。2015年，她捐款50万用于关爱天津爆炸中牺牲的烈士家属。2020年，她和冯绍峰共同捐款了100万元及各种物资，以抗击新冠肺炎。还有很多她做过但没公布于众的慈善，这些善举的背后，都藏着优良家风的传承与发扬。在赵丽颖记忆中，父母也总会在街坊邻居需要帮助时慷慨解囊。如此温良的品质，就这样润物无声地融进她的骨血里。除了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和金钱观，父母还给足了女儿足够的空间。小时候，赵丽颖总喜欢模仿电视里的人物动作，有时候兴趣一上来，一边做农活，一边就开始了表演。这样的举动在旁人眼里似乎有些不太正常，但赵家二老却没有过多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只要小赵喜欢，便随他去了。在女儿的婚事上，父母也不会因为小儿子结婚了，就非催着赵丽颖赶紧结婚。对于二老的做法，赵丽颖起初也挺纳闷。她问爸妈，为啥不催我？你们难道不着急吗？谁料父母答道，催你也没用，随你意愿就好。
那一刻，他明白了父母对自己的尊重，是他们不说出口却深沉的爱。解脱的失婚女人。虽然一开始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婚姻就不被人看好，但从一些细节来看，他们是真的彼此相爱过。2016年，赵、冯二人搭档出演电影《西游记女儿国》，戏里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相爱不能相守，戏外赵、冯却在朝夕相处中渐生情愫。赵丽颖好强，什么事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。拍摄《知否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时，作为女一号的她，台词多，戏场多。为了保证拍摄进度，赵经常把自己关在酒店里背台词，体会角色，一忙起来就忘记吃饭。而细心的冯绍峰总会特意给她带饭，在她因为压力过大而身体不适时，嘘寒问暖，悉心照顾。他欣赏她努力认真的样子，他贪恋他给的温柔呵护。在你的优势恰好是我的需求的双向奔赴下，赵丽颖和冯绍峰顺利走到了一起。因为职业性质，夫妇二人总是聚少离多，可他们总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探班彼此。有媒体拍到，那段时间他们总是出双入对，十指相扣地出现在公众面前，一提到对方皆是藏不住的甜蜜。然而在婚姻里，光有爱是不够的，如果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，那么长久的婚姻一定是两个家庭的相互融合。但赵丽颖始终没能融进冯家，因为冯绍峰是母亲独自抚养长大的，所以对母亲总是尽可能的孝顺。可婆媳关系自古以来都是家庭难题。赵丽颖本身很好强，事业心重，而婆婆总希望儿媳回归家庭，这也是为什么在赵、冯二人官宣结婚时，很多局外人纷纷不看好的原因。价值观的冲撞，搞得三个人都身心俱疲。为了避免陷入更痛苦的境地，她选择了离开。正如当初结婚时的低调直接，离婚当天也只有简单的各自祝安好，没有互撕，没有纠缠，体面分手，是赵丽颖对这段婚姻的无声告别。傅首尔说，爱就是敢于付出，也敢于离开。而赵丽颖就是如此，虽然割舍会疼痛，但也得到了最想要的生活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，靠着在《理想照耀中国》中国刑警幸福到万家中的精彩表现，赵丽颖也重回事业巅峰，终于用实力征服了观众。对于这段失败的婚姻，赵丽颖伤过痛过，但她也说，女人不应该只懂得小情小爱，不应该依附男人而活着，我们应该通过努力去实现自我价值。婚姻应该是彼此舒适的港湾，不应该是牺牲任何一方的刻意合拍。妻子的榜样。夫妻关系可以洒脱，可再勇敢坚强的女人都经不住骨肉分离的痛苦。在那段短暂的婚姻里，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2岁的儿子。好几次，她都因为无法抑制的思念，在镜头前崩溃大哭。这本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蚀骨相思，却被不知全貌的外人重伤为作秀，贩卖人设。因为按照我国婚姻法，母亲享有幼子的优先抚养权。赵丽颖如果采取法律措施留儿子在身边，很大概率会胜诉。可她却主动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，这样的做法自然被很多人认为是她嫌弃儿子是个拖油瓶。这件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甚至有记者直接问赵丽颖不要孩子是否是因为怕照顾不了他。言下之意显而易见。听到这个问题，她苦笑了一声，说他爸爸比我更有能力照顾他，而且孩子奶奶也舍不得他。体面的回答下藏着心酸的事实。其实赵丽颖无时无刻都希望儿子能跟在自己身边，但孩子奶奶坚决不同意把宝贝孙子让给他。如果赵丽颖对儿子的抚养权志在必得，势必会和孩子爸爸对簿公堂。这样一来，不管胜算几何，
孩子都会深受伤害。他舍不得儿子，更不想让孩子受到伤害，所以只能忍痛放弃抚养权。理智告诉赵丽颖，这样做才是对儿子好，可情感上却怎么也消解不了对儿子的愧疚。为了弥补儿子，他放缓了事业进程，空下来的时间便全心全意陪伴儿子。要是实在忙不过来，就带着儿子一起进剧组，一边拍戏一边带娃。赵丽颖经常会带他逛商场、去游乐园、上早教课，或是给他准备一顿可口的晚餐，哄着他好好睡一觉。每一分母爱都化为点滴的亲子时光，温馨又幸福。就算在外地拍戏，赵丽颖也会频繁乘飞机往返于工作地点与上海之间。有一段时间，她短短2个月内便出入上海20几次，纵然舟车劳顿，也想花更多的时间陪着孩子一起成长。另一方面，赵丽颖和孩子爸爸的关系也处理得相当和谐。因为深知孩子无辜，所以从不会在他面前数落前夫的不是。这些本是无从考证的密室，但节目上无意间显露的细节，却足以窥视全貌。在一场真人秀节目里，赵丽颖本来想打电话给儿子，结果是冯绍峰接的电话。当时她愣了1秒，随后便自然地唤了一声峰哥，没有抵触，只有平静，下意识的出口，昭示着他对关系转换的平和处理。曾经有人采访赵丽颖，当母亲之后，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思考片刻后，她认真地说，可能是和父母的相处方式吧。过去我和他们沟通都没有什么耐性，但现在有意提醒自己，说话别那么急躁，毕竟他们是我最亲的人。养方知父母恩，做了妈妈后，赵丽颖体验过幸福，也感受到了辛苦，这才更加明白父母的不易与恩情。年少时，父母虽然没有能力提供学表演的条件，却身体力行地为他树立了朴实正确的价值观，让他有足够的空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里，我们见过太多因抵御不住诱惑而违法乱纪，最终葬送前途的人。但我们也许可以相信丽颖，因为从她19岁出道到现在，经受过太多旁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和煎熬。由于是圆脸，曾被导演一锤定音，完全否认了她当主演的价值。也因非科班，她也经历过跑龙套、投简历被当场拒绝的难堪。今天赵丽颖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努力到极致的馈赠，因为来之不易，所以格外珍惜。赵父也会经常告诫女儿不要忘了本心，人活一辈子，总有一些比金钱财富更重要的事。因此，在拼命三娘之外，赵丽颖也学会了张弛有度的生活。演戏在精不在多，多抽时间陪伴儿子，做一些让自己更舒适的选择。对于曾经的伤痛和无奈，选择放下，不再纠结。如果在《新还珠》里，赵丽颖是那个浑身充满灵气的情格格，吸引观众的是她的青春气息，那么在《风吹半夏》里，观众将会注意到一个全然不同却又魅力十足的许半夏，独立、清醒、温良、果敢。这是许半夏，亦是赵丽颖。一个是从小出道的童星，一个是半路出家非科班演员，两个都身处于一线演员的咖位，大女主剧也是接到手软。同为85后顶流小花，杨幂和赵丽颖到底有什么恩怨，让两人做不成朋友呢？2022年的星光大赏上，赵丽颖和杨幂狭路相逢。作为85后顶流，但觉得两人私下根本不熟。两人中间只隔了一个李现，出于礼貌，赵丽颖向杨幂打了一个招呼，结果得到的回应却只是冷脸相待。后来他们两人可以一同进行上台领奖，对视的眼神中充满了杀气和挑衅。这两人之间难道在暗暗较劲吗？多年以前，赵丽颖还没有红透半边天的时候，
曾在宫二剧组饰演配角，因为剧中造型和五官与杨幂有些相似而被网友错认为是杨幂。当时的赵丽颖抱着不红没人关注的心态，在网上写下了一段话：不是所有拍宫的都叫杨幂。这条微博引起了杨幂粉丝的极度不满，对赵丽颖进行了大规模的网络暴力，让赵丽颖不得不删微博道歉。不过两个人从这件事情开始，粉丝基本就是你来我往，在红毯造型以及各种资源方面都有着众多的冲突，从来没有消停过，正主之间也没有过任何合作关系，不熟也是理所当然。刚开始杨幂可能并没有太过在意赵丽颖这个新人小透明，但在几年后，赵丽颖凭借《花千骨楚乔传》迅速走红，跻身一线，杨幂才开始正视赵丽颖这个极具威胁性的对手。从此两人要么不同台，一同台就会引发战火。当年的杨幂虽然论其卡位要远远的超过赵丽颖，可是如今赵丽颖在圈内的地位绝对不输给杨幂，尤其是在演了正剧成为大火大热的收视率女王以后，杨幂在圈内的风评更是远远不及赵丽颖。要论起在圈内作品的数量来说，杨幂肯定是远远的超过赵丽颖一头，各方面的时尚资源也是接到手软。但要论起受到欢迎的程度和路人缘来说，杨幂就远远不如赵丽颖了。尤其是赵丽颖所出演的每一部剧基本都是精良制作，而杨幂在签下对赌协议以后却出演了很多的烂片。这样一来，两个人在事业上的差异也注定了他们不是一路人。两人年龄相差无几，走的路线也差不多，资源肯定也会有很多重合，这样的情况下两人肯定会有竞争。所以为了避免粉丝互相声讨不说话，或许会少很多的新闻。其实私下两人微博也是互关状态，这也破了两人不和的传闻。娱乐圈中真正的朋友少之又少，大部分都是为了利益和资源才假装大家都是好朋友。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